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开棺验尸得了。我同意不同意，还有什么意义吗？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们不想因为这件事跟你的儿子闹僵。毕竟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嘛。我们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的事，所以啊，我们还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我们县政府和你儿子之间的协议。您把许军叫到县里，也是谈这个事儿吧？周书记啊，为了把我儿子从上海叫到龙湾来投资，您没少费口舌。老实说，到龙湾来投资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和我儿子到现在还没达成协议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又来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周书记啊，既然你们对我们这么有戒心，那我看投资这件事情就别往下谈了，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对不起啊，赵月娥同志，我们龙湾非常需要你儿子的投资。对这件事的诚意，你是最清楚的。是这样的啊，正好今年公安部在向全国的公安系统推广和普及这项新的技术，在时间点上确实是巧了一点，是吧？我们龙湾需要发展，需要招商引资。当然了，有些历史遗留问题，我也想尽快的解决。这件事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合作吧？不会。其实，从另一方面上来讲，你们也是为我做了一件好事。这些年来，我身上始终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就是我父亲和他所犯下的罪行。经常困扰我的一个噩梦，就是我父亲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可以证明我父亲的的确确的是死了。这对我们在龙湾的发展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可以卸掉包袱，至少我可以轻装前进，至少我可以以更大的努力和热情来回报我的家乡。没想到徐总有如此的高度和觉悟啊！如果坟里的那具尸体的确不是你父亲的，不可能，我是他唯一的儿子，9年了。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不可能一点都不跟我联系的。好，谢谢徐总。我说过了，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不代表我母亲。在开棺验尸一事上，我必须要听我母亲。那徐总能不能帮我们做做您母亲的工作呢？吴县长，方县长，其实这件事情，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征求我跟我母亲的意见，对吧？说句不该说的，对公安方面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求开棺验尸，我们心里是有抵触的。徐总，要是您母亲不同意，公安方面又坚持要开棺验尸，那咱们之间的合作，范县长，吴县长，那我就不敢保证了。我肯定不会去违背我母亲意愿的。那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儿子当上总经理那天，我请了个风水师到许家福的坟上看过。风水师说，我们家之所以有今天，除了许军天资聪颖以外，还因为我们家坟上的风水好。你们现在硬要挖我家的祖坟，不是破了我家的风水吗？你们说我会同意吗？赵月娥同志啊，周书记啊，我赵月娥是个守法公民，我不跟国家的法律对着干。如果你们坚持要挖，那我也没办法。
赵月娥同志，我们今天来你家，并不是来通知你的，而是商量。连省公安厅都同意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赵月娥，你的态度呢？我不同意，起码这件事情我要和儿子商量一下。那你们就再容我几天好不好？哼，反正许家福的墓在那儿，他也跑不了，是不是啊？好，就这样。哎，你又吃了吗？啊，我都吃双份的，放心吧，老婆。来，你干嘛呀？我亲亲儿子。你还嫌你感冒不够重啊？啊，走了啊。我去！哎呀！哎，你离我远点儿，坐后面。这感冒我还成领导了，就你那喷嚏，1里外都能听见。哎呦，我说，晚上我就不进病房了，别把这病毒再传染给那家伙。嗨。咱要真传染给他，或许就没这么复杂了。你小子可别说这不吉利的话。许达现在是405案重大嫌疑人，他要是蹬了腿儿，复查小组可就惨喽。你看清楚了，这是不是你的电话号码？说，你为什么和许达通电话？你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进来。好的，宋局，我知道了。有什么许达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杨恒绑架李艳的消息是许欢欢透露给许达的。怎么回事？你们从李艳家撤走的时候，晚上8点45分，许欢欢趁着我和同事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手机，跑到卫生间向许达打的，是我的失误。还说了什么？许欢欢告诉许达，杨恒绑走李艳是为了405一案，不是为了钱。许达还问许欢欢我们找到杨恒的下落没有，同时要求许欢欢把通话记录删除。另外，许欢欢还交代，这2年他和许达一直都有性关系。现在的老板就喜欢找那些漂亮的女秘书。其实，不过许欢欢并不知道杨恒是许达和罗红英的私生子，也并不清楚许达和405一案的关联。还有，许欢欢说李艳并不知道他和许达的关系。冯队，许达转给李艳的2000万是11月14号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的，和李艳说的日期吻合。李艳账户上剩余的1876万和李艳放出高利贷收入数目基本吻合，出入只有100万左右。冯队，一次性支付2000万的封口费，许达如果不是405一案的幕后真凶，他愿意花那么大代价吗？
可这不算是直接证据，法庭不会因为这个就判定许达是405一案的幕后真凶。那我们是不是只能把宝压在许达醒过来之后向我们的坦白口供上面了？医院那边有什么消息？许达的各项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夏彤，你什么时候回的酒店？我昨天凌晨2点给你房间打电话，没人接，你手机也关机了。你昨天晚上离席是不是去谈 BAT 项目了？是。那如果我还是坚持帕丁顿枢纽这个项目呢？明天上午10点，你和 Nathan 去 A Hub 公司跟财务总监对接一下。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没有。我希望你接下来的工作重心都放在 BAT 这个项目上。那我们什么时候去 Manchester？ 明天。浩宇，我们的工作关系之前都讲清楚了吧？讲清楚了。那以后你就不要再关心我是不是夜不归宿这样的私事了。这是禁区。我跟你们冯队认识，对于405案件，我很熟悉，所以我想建言许达。没有我们冯队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请你马上离开。你在想什么呢？许达为什么要布这个局呢？我在想啊，许达为什么要精心布这个局啊？什么局？我一直觉得405案件不是情杀，反倒更像是杀人灭口案件。你凭什么那么认为？我之前说过，405一案不像情杀，更像是杀人灭口。许达跟许广义应该是一伙的，他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秘密。许达借罗红英的手杀了许广义，然后再杀了罗红英灭口。你不觉得这样一来，整个案件逻辑更加通顺吗？从目前看，你的推论也说得通。因为许达不想让人知道杨恒是他和罗红英的私生子。可许达为什么要牺牲掉许广义呢？杨恒是许达的私生子，或许就是许达和许广义之间的秘密。我的回答你满意了吗？相对满意，你说的没错。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秘密还不够大。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可能是许达在知道罗红英杀了许广义之后，才下决心除掉罗红英的，是临时起意，激情杀人。许广义、许达和罗红英之间的三角恋已经够复杂、够狗血的了，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跟许达打过交道，你觉得许达像是那种在意私生子事件被曝光的人吗？在他们眼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叫问题。妈，你说咱们家现在已经这么有钱了，我跟您说过了好几回吧，咱把这旧房子拆了，重新盖个新的。您不仅不听，而且连这些破家具您也留着，我都不知道您怎么想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许军挣了钱就把娘给忘了。军儿，我都想啊，让你把整个许村都拆了。妈，您干嘛非要认这个死理呢？开棺验尸有什么不好啊？刚好可以证明高四海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觉得挺好的。爸的案子也该了结一下了，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我说不行就不行，开棺验尸，许村人会怎么看我？我以后还做不做人了？妈，我就想不明白了，您干嘛非在意村里人怎么看你呢？您要是真在意的话，那这件事完了之后，您跟我回上海吧。我哪儿都不去，人走再远，最后都得落叶归根。志坚，把门关上。四海，我这心里也是越来越没底了。你什么意思啊？如果那坟里埋的真的是许家福本人，怎么办？不可能，我有把握，几成？100%，我敢肯定。如果那坟里埋的真的是许家福本人，不单单是我刘志坚、吴局，甚至厅长，都可能被牵连。到那个时候，我们龙安公安局，甚至省厅的声誉，全都没了。放心吧，我高四海从警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做过没有把握的事情。不，你当初不是挺有信心的吗？你不是也怀疑死者他不是许家福本人？不是我没有信心，是许军他有信心了。他刚下飞机就被我们接到了县政府，他应该没时间和他母亲商量任何事情。如果许家福真还活着，他许军不可能不知道，都快10年了，他还是许家福的独生子。也许许军是被赵月娥蒙在鼓里了。哎，真不知道您怎么想。那总不至于那坟里埋的不是我爸爸。军儿，怎么你也会这么想啊？要不是你爸墓地的风水好，你能有今天吗？念念你爸的好吧？啊，妈，别说我迷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风水。要是风水一变啊，到最后倒霉的是我们。那可是妈，我已经答应开棺验尸了。不行，这事儿得我同意。许军是生性软弱啊，他不告诉许军，是怕许军心里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太了解他们了，就凭他的个性，他根本当不上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你那位战友不是帮我们调查过许军的发家史吗？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他许军有点狗屎运而已。他娶了他老板的独生女，老板死后，他就继承了他的全部家业。
一定是有什么阴谋，没有被我们发现。赵月娥可是个人精啊！之前啊，我们刚才跟她的只是第1个回合，没有几个回合，你想轻松地打败赵月娥，你太小看赵月娥了。赵月娥现在肯定在动什么歪脑筋。妈，我跟您说实话，那下午吴县长啊跟我私下透露了一下，说县公安局为了开棺验尸这件事情，已经向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做出了汇报，得到的批复呢也是同意。不是您想想，要不他们怎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出开棺验尸这件事情？那龙湾县还等我投资呢。反正啊，需要钱的是他们，看谁耗得过谁。你回来投资的这个新闻啊，已经成了我们省里的头条新闻了。你要撤了呀，打脸的是他们。据统计啊，在这个凶杀案件中啊，约有60%可发现生物学遗留证据；在强奸案中，约有90%可发现生物学遗留证据；在抢劫、伤害等犯罪现场，约有30%可发现生物学遗留证据。在这类刑事案件发生后啊，只要我们侦查人员能及时的赶赴现场，对现场呢进行周密的现场勘查，往往可以从现场采集到与犯罪嫌疑人相关的生物学遗留证据，比方说犯罪嫌疑人的血液、精斑、毛发、唾液等。我们通过这些样本进行 DNA 的技术鉴定，并且正确的分析鉴定结果，可以第一时间内锁定犯罪嫌疑人。哎，对不起，我问一下，周伟呢？在那边。啊，谢谢。节约了我们的侦破时间，也大大节省了侦查机关的人力和物力。周处，要是2年前我们就掌握了 DNA 的鉴定技术，那运河连环强奸杀人案是不是很快就能侦破了？哎呀，那是啊。当时我们有犯罪嫌疑人，也有精斑，如果可以利用 DNA 鉴定技术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内锁定那个李大柱，用不着耗费我们大半年的时间。哎呀，这 DNA 鉴定技术简直是神了，这等于我们的手里掌握了神器啊！对啊，小丁，经 DNA 鉴定结果，我们确认你就是凶犯，你还想抵赖吗？在北京待了1个月，就是不一样啊，又有新技术啊。那是啊，回头我给你普及普及。哎，我听说你这2天到乡下去抓偷牛贼了是吧？嗨，我们龙湾县呢就是个小县城，有偷牛贼抓那就不错了，哪像你们省厅啊，天天有点案子可以查。哎，各位专家，对不住啊，我要借用你们头儿点时间啊。干嘛？等一下，哎，回头把这资料你们仔细看一下啊。哎，我马上回来。哎，好。怎么了这是？是不是担心这次开棺验尸的事儿啊？说实话，心里没底，压力大。你压力大什么呀？压力大是咱爸才对呀。你是不知道，对于这次开棺验尸，说什么坏话的人都有，关键是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自己的同事啊。都说什么了？哎，算了，你还是别知道。哎，别，你说来听听。周伟啊，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你这个 DNA 鉴定做出来，能证明躺在坟里的那个人就是徐家福本人，哎，那咱们家是不是丢脸丢大发了？不会的 ，DNA 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要不然公安部也不会向全国公安系统推广啊。
你是不是担心爸的判断呢？你觉着呢？我相信爸。但愿吧，不然的话，每天被自己的同事盯着，心里什么滋味？我这次可是被破格提升为副大队长的，这背后羡慕嫉妒的人可不少啊。哥，不是我说你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挺自私的。你说这10年来，咱爸为了许家福这个案子，忍受了多少委屈和谩骂？你有没有安慰过他一句？这些委屈跟谩骂，不是每天为他承受着的吗？我们小时候，那些老师跟学生是怎么对我们冷言冷语的，这些你都忘了。还有，咱妈是怎么得上癌症的？之前咱妈身体有多好，从她得了癌症到去世只有2个月的时间，她本来可以挺过去的，她可以活更久的，是她自己不愿意挺下去，是她自己选择离开这个人世的。哥，不，你这什么意思呀？啊？你在指责咱爸是不是？你以为咱爸愿意宣布许家福没死吗？你认为他内心没有挣扎吗？当年要不是许家福他爸救了咱爸，咱爸早就饿死了。许家福他爸是咱爸的救命恩人，可他有什么办法？为了这身警服，为了正义和真相，他宁愿背负报应父亲的骂名。说够了没有？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件事儿 ：DNA 亲子鉴定，你到底有多少把握？100%。进来。军儿，哎妈，我刚才跟省厅的人通了电话，他们说许达是405一案的重大嫌疑人，按办案程序，我们现在无法去医院探望他。那他们有没有说情况有所好转？没有任何消息，医院方面说无可奉告，让我们去问复查小组。妈，我实在是想不通，许达没有杀害罗红英的理由啊！谁说罗红英是他杀的？那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要不然公安怎么会把许达监控起来？重大嫌疑是什么概念啊，妈？其实啊，达尔在外面的私生子啊，不止杨恒一个。据我所知，达尔早就用金钱把罗红英搞定了。那许达强奸罗红英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啊？啊，我就从来没听罗红英说过他是许达强奸她的。你呢？你以前听说过吗？96年，杨恒已经8岁了，罗红英跟达尔已经分手了。那个时候他跟的是许广义，达尔为什么去杀他呀？难道许达是为了给许广义报仇？报仇？许广义死的那天，罗红英就不知去向了。达尔就是想报仇，到哪儿去找他呀？啊，这么多公安都没有找到他呢。那罗红英是被谁杀的呀？哼，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在逃亡的路上，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啊？依我看，公安是怕他们当年啊办的405案是冤假错案，为了现在平息网络上的传言，他们正愁找不到头绪而焦头烂额呢。突然出个杨恒，杨恒又是罗红英和达尔的私生子，哎，你要是冯凯，不抓住救命稻草啊，他们把宝压在达尔身上，就是想撇清自己，这么点道理都不明白。是，达尔是混，但除了吃喝嫖赌，杀人的心他还不敢有。相信妈的话啊，我比你啊更了解他。知道了吗？啊，对了，彤彤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英国那边的项目啊，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商务港口项目，可是需要我们投入20亿英镑，
这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算了，我真是想不通。去英国前我也跟他沟通过，他说只会选酒店和房地产，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商务港口项目呢？妈，这可不是咱们集团的强项啊。群儿，统统选这个项目肯定有他的理由。再说了，这次去啊，只是考察项目，回来以后呢，还要得到董事会的认证、银行的认证，不用着急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相信自己的女儿。都跟你说了，感冒少喝咖啡，本来喝咖啡对人身体就不好。哎呀，没看过电影啊？人家那外国人从早喝到晚，我这晚上就这一小包，没事。就你那体质，能跟人外国人比吗？人营养健康专家可说了，咱中国人的年轻轻的啊，别一天到晚的抱着个手机，看那个什么网上所谓专家这个什么鸡汤科普，啥叫好，啥叫不好，自个儿觉着舒坦就行。放药了。这个警察又睡着了，哎，都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醒醒啊！你怎么又睡了？哎呦，我，你这么严重吗？哎呀，头晕眼花呀！哎，我睡了多久？一泡屎的长度3分钟，很标准的。怎么了？好像不太对头。不对头？没有啊，没什么不对头的。太安静了，少点声音。心电图、呼吸机停了，你快去看看。李主任，周院长，许达死了。死了？什么原因？初步检查了一下，可能是脑梗塞。你确定吗？还不能确定。通知冯凯了吗？他们已经通知过了。好，我马上过来。好。谁死了？许达。对，林队，你老婆什么时候过来？他正在赶来的路上。死亡原因医生怎么说？说是有可能脑梗塞，就是脑中风。那你昨天下午还说他有好转的迹象？他昨天下午就是有好转的迹象啊，这医学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当时怎么发现许达已经死了？这段时间我一直重感冒，头昏昏沉沉的，但是那会儿觉得特别的安静。冯队，死亡时间5点03分，心电图显示许达没有生命迹象。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其他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除了2名护士、值班医生和2名值守民警之外，没有人进入过病房。不过，值班民警梁欢因感冒合了会眼，大概3分钟。不是有2个人值班吗？另一个民警赵海在卫生间。监控视频看了吗？我刚从监控室出来，监控视频显示赵海去卫生间，梁欢睡着的时间，没有人进入过病房。我已经让周游把监控视频拷贝下来了。你们俩先出去吧，地方小，疼都不配。大概睡了多长时间？当时，大概3分钟。冯队，我已经通知了给许达会诊的2名医生，他们马上就到。等我们的法医做完鉴定，他们才能进去。知道了。要不要通知赵月娥、许军？再等等。喂，叔。小芳，许达死了。死了？今天凌晨死的。不是说好转了吗？死因是什么？目前还不能确定，可能是脑梗塞。好了，不跟你说了，先挂了。哎，叔。
大炮，马上听下手里所有事情，给死者做毒物鉴定。高峰，什么事？许达怎么死的？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办？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你们走的每一步都关乎于我爸的名誉。你父亲的名誉重要还是破案重要？调查可能会陷入僵局，一切都可能从头开始。也许在这种时候，给人希望有时候会很危险。我的意思你应该能明白。正义不是这么操作的。我现在能跟你说话，就已经是我忍耐的极限了。你在哪儿？我找你去。你别过来，别到医院来添乱。我要见你，我要跟你谈405案件，我要谈。现在不行，等尸检报告和毒物鉴定报告出来，我会给你打电话。乡亲们，乡亲们，吃的喝的啊，稍微安静一下。乡亲们，还记得吧？10年前，咱们的村办企业有难，乡亲们为了支持家福，凑起钱来给他，想让他带头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大根叔他们家是我们许村最贫穷的，可当时也拿出了100块钱。我记得那是大年初2，飘着雪呢。大根叔到我们家，颤颤巍巍地拿出100块钱，交给家福。
可那该死的家福却卷着钱走了。大根叔啊，气不过，在自家的房梁上悬梁自尽了。他媳妇儿过不多久就查出了乳腺癌，膝下3个孩子也走了。乡亲们，其实这些年我赵月娥啊，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许村的。我儿子许军啊，老跟我说，叫我去上海，他要给我养老送终，可我就是没有走。为什么？就是我们家欠乡亲们一笔债，一个交代。他许家福就是一个恶人、坏人，但我赵月娥不是，我要替他偿还这笔债。乡亲们，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之前那些事儿，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了。月娥，都是陈年往事了，今天是个好日子，说这么多干嘛？对啊，婶儿，都过去了。柱子啊，柱子媳妇儿，这10万块钱是赔偿给你们家的，放这儿了啊。三水，红英。这个5万块啊，是赔偿给你们家的。那，婶儿，婶儿，三婶她木讷，她的心里话我替她说。婶儿，这可使不得。三婶她爸可是你们家的罪人啊。拿着。你们别这样说，当时啊，要不是许家福携款逃跑，许大爸爸就不会死。但是现在我能理解大家当时的心情了。三水，你放心，省一定想办法让公安机关给你爸、学超还有小兵他们减刑，让他们早日回家和家人团聚啊！婶儿，哎呦呦，别这样，别这样，使不得啊！这是干啥呀？你这。达子。乡亲们，我这儿有一个小本儿，上面呢记着当年每家每户借给我们的钱，上面都是具体的数目。一会儿酒席结束以后，大家到许强那儿去领钱，利息加上我的心意，翻20倍还给大家。乡亲们，什么叫大义？大家都看到了吧？10年前乡亲们怎么对待月娥的，10年之后，月娥又是怎么对待乡亲们的？大家都捂着自己的良心，好好想一想。月娥、许军、许达，我代表许村每一户村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敬一杯，来，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小林啊，彤彤要是困了，让他回家先睡吧，啊。娟子啊，娟子你过来，先送彤彤他们去睡吧，啊。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太憋屈了。
我必须说两句。达子，乡亲们，听我说两句。你们都知道啊，我跟许军现在富了，在上海现在是大老板。咱富了，不能忘了老家的乡亲们，所以我们和县委县政府积极的联系，说我们要回龙湾投资办厂，我们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走上富裕之路。许达，下来。许达，可是有些人啊，把我们的一番好意当成了驴肝肺，想尽办法找各种借口，拦着我们回来投资，拦着我们回来办厂，不让你们富起来。哎，你说的是高四海吧？就是那个卸了帽子杀驴的家伙，他这是恩将仇报，以冤报德呀！我跟你说，乡亲们啊，这高四海要是敢阻止咱们开厂，咱们就收着他，行不行？妈，你让许达赶快下来呀！这，其实达子没说错，应该让乡亲们知道一下实情，不然总蒙在鼓里。没错，说的对，乡亲们该知道真相，就是高四海，还有龙湾分局那个刘志坚，这两个混球，你猜他们要干嘛？他们要刨我家坟，把人从坟里刨出来，暴尸，这叫什么呀？挖祖坟呐！对咱们农村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啊！你说我们回来寒心不寒心的啊？为什么这么做？不就见不了我哥好了吗？不就见不了咱们许多人都富起来吗？这还让我们怎么投资，怎么办厂？乡亲们，你们评评理，这要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干不干？不干！不干！干不干？这会出大事的。君儿，纸是包不住火的，开棺验尸一事，乡亲们早晚会知道的。有时候要挺起腰杆，不能只有钱。你们都别上去了。局长，别废话。是。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如果想过上好日子，如果想拿到这个拆迁款，如果想到我哥的工厂里当工人，你们去找这个高四海、刘志坚说理去，要不我们也待不下去了。明天一早，我就回上海，这辈子也再不回来了。乡亲们，有种的跟着我，咱们去找高四海说理去吧！走啊！走！乡亲们，给我站住！达子，你下来！我也没胡说事实啊！你给我下来！你干什么？下来！乡亲们，大家不能去。月娥婶儿，要是你们明天真的走了，那我们乡亲们盼望已久的好日子，那不就泡汤了吗？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好不好？其实刘志坚、高四海是找过我，说是周伟在北京的公安部学了一门新的技术，叫什么 DNA 亲子鉴定，说是这个技术能查出我们家坟里埋的那具尸体和我儿子是不是父子。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家坟里埋的是许家福。乡亲们，这就是以前戏文里说的开棺验尸对我儿子、对我孙女儿来说，这就是挖祖坟呐！我当然不开心，我儿子也不开心。许军非常生气，他跟我说：“妈，让他们挖，咱明天就回上海，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回许村了。”可是乡亲们，我赵月娥19岁就嫁到许村，我生是许村人，
死是许村的鬼，我不离开。我还跟君儿说，让他呀把上海的厂子都搬到龙湾来，搬到许村来，要把我们许村建设成为龙湾甚至龙城最富有的地方。但是乡亲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情理上来说，我们一家根本不能接受开棺验尸这件事儿。可是从法理上，也许刘局长、高四海他们啊，想给许家福这个案子定个性、结个案。说实话，我也希望他们是对的，我也希望许家福还活着，哪怕是在监狱里活着，我们都愿意。但是，请乡亲们千万不要到公安局去闹事。10年前，我小叔子嘉禄怎么死的，你们忘了吗？杨德贵、薛超、小兵他们是怎么进的监狱，你们难道忘了吗？我真的一点都不希望，今天为了一个死鬼，再闹出人命来。要是那样的话，我赵月娥真的待不住了。你们难道要逼我们走吗？可是月娥婶儿，如果他们开棺验尸的话，那许军哥还会不会来龙湾投资？还会不会来许村办厂了？那我也不知道。这样，乡亲们，我会想办法和刘局长、高四海他们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好吧？刘局长和高四海来了。刘局长、四海，你们来的正好，帮我劝劝乡亲们吧。乡亲们，10年前，许家福确实犯了法，他也确实坑了咱们的血汗钱。但是现在呢，现在许家福已经死了，而且月娥婶跟咱们道歉了。那么大家说说，咱们原不原谅许家福？原谅。刘局长。四海，我求求你们了，放过许家福，放过月娥吧。我这一大把年纪，都快要入土了，我真想看着我的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啊！刘局长，我们马上可以写一份请愿书，全村的户主都会在上面签字。八爷爷，我替刘局长回答你。我呸！高四海，你还有脸回许村啊？啊！你他妈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别少说2句你。乡亲们，许达刚才说的话，我相信也是大家和许多人的看法。我和我母亲48年逃难来到了许村，九爷和九婶收留我们母子俩。61年大饥荒，我母亲和许村的很多村民都饿死了，九婶也饿死了。那个时候我才13岁，眼看着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是九爷啊，是九爷给了一个菜坛子，才救了我的命。九爷是我的亲人，许家福是我的兄弟，所有的这些，我都清清楚楚的记着。我高四海不是个混蛋，可是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身上穿的警服，这身衣服它代表了国家的秩序、公平、正义和尊严，和人民对一个国家政权的信任。许家福触犯了法律，我高四海就应该把他抓捕归案，接受法律的惩罚。
哪怕是我的兄弟。同时，我还是一名法医，我手里边有证据，证明许家福他还活着。告诉他你放屁！许大，你放开我！许大，你干什么？你许大，冷静。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之人，有宽容之心，有怜悯之心，你们都想让我放过许家福。可是这个坟里埋的不是许家福本人。可你们想过没有，这个死者是以许家福的名义埋在这个坟里的死者，他也是人家的儿子、丈夫和父亲。我在想啊，许达为什么要精心布这个局啊？什么局？许达跟许广义应该是一伙的，他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秘密。许达借罗红英的手杀了许广义，然后再杀了罗红英灭口。你不觉得这样一来，整个案件逻辑更加通顺吗？杨恒是许达的私生子，或许就是许达和许广义之间的秘密。这个杨三水的儿子为什么会对你叔下这样的毒手啊？俊儿，不慢。脑死亡，那还能救过来吗？如果是植物状态的话呢，还有一丝的可能；如果是脑死亡，就没有苏醒的可能。喂，叔。叔，我怀疑许达是被人谋杀的，我一会儿打给你吧。喂，小芳啊，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啊？因为我的直觉，叔，能不能再查一下许达的死因啊？许达的尸体现在被警方接管，我怎么查？那专家呢？能跟警察一块参与调查吗？他是医生，不是法医。叔，我相信您是中国最好的法医。你相信我，我的判断没错。小凤，许达的死因呢，分给他们会调查清楚的。我们要相信魏大炮的能力。如果许达真的是被谋杀的，魏大炮肯定会找出证据来。我该走了，现在警察正在医院里调查这件事情。我是院长，我必须在场。小凤，你千万不要乱来，一切要听警方的结论。小凤，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是这样啊，吃过饭以后呢，我老婆在洗碗，我在看电视，新闻联播。这时候呢，有人敲门。我老婆一开门呢，就跟我说是高建设来找我。我当时有点懵，我说这小子怎么到家里来找我呢？可能你们知道啊，因为他那个忘恩负义的老爹啊，所以我对他们家里人啊印象都不好。没有，绝对没有。高建设从来没跟我说起过他私自调查过许达的事情。可是他上来问，案发当天晚上我在干什么？96年11月2号，高建设去海东县办案的途中，因疲劳驾驶，不幸坠入山崖，当场身亡。具体办什么案子，我确实不太清楚。高建设只是说，因为案子上的事儿需要到海东县去一趟。其实事后我也查过，当时我们县局并没有什么案子涉及到海东县。冯凯，宋局，您上次说过，高建设是因为私自去海东县办案才坠崖身亡的。是的。有什么疑问吗？据我所知，当时海东县是东三省偷渡最猖獗的地方。怎么了？您上次也说过，当时县局并没有什么涉及到海东县的案子。冯凯，你到底想说什么？宋局，请您仔细回忆一下，96年之前，龙湾县有没有什么涉及到海东县的案子？您仔细回忆一下。86年，徐家福就是在海东县自焚身亡的。喂，你在听吗？我在听。谢谢你，宋局。你好，这里是龙城市公安局龙湾分队刑侦大队。我是冯凯，麻烦你叫档案室的主管立刻到档案室来。现在吗？立即。小曾，马上给我调86年许家福一案的所有的案卷。好的。徐总，我还是想和你聊一下 BAT 项目这个问题。不用再聊了。哦，对了，上午东方法政的赵总给我打电话，说虽然只和高峰见过一次，但印象深刻，希望再跟他见一面。行。喂，浩宇。喂，哥。许家彤说，东方法政的赵总想这2天再和你见上一面。再见一面，这几个意思？这言外之意，还不是希望你高峰能去东方法政吗？有些话人家不能明说啊，因为这毕竟东方法政不是说谁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律师事务所。你赶紧跟人赵总联系一下啊，抓紧时间。我跟你说。下个星期，人家就要去加拿大和家人过圣诞节去了，再回上海，那可得明年了。东方法政这个地方，我再也不会去了。哥，你说你去见一面，对你来说能有什么损失啊？你不看在我的僧面，你起码看在人许家彤的佛面上吧。人为你这事真的是劳心劳力啊！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哥，我早对你羡慕嫉妒恨了。不管怎么说，人许家彤心里是有你的。哎，我不去东方法政也是因为他好吗？哥，我跟你说一句话啊，人都会犯错，可有些错误一错就是一辈子，不能让这个错误毁了你的一生啊。对跟错之间确实有条界限，但问题是你知道界限在哪儿吗？有可能，每个人在界定对与错的标准上不一样，但是这人做事儿，是不是要有一个公共准则啊？你是不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啊？按你说的，这世界上的对错就没有评判标准了吗？
在我的世界里面，我会遵循我的准则。哎，浪费智商是一种罪过，哥。老天爷给你这样的高智商，不是让你来暴殄天物的。人家不懂我，你还不懂我呀？我以为我懂你，其实我错了。嘿，大哥，咱们俩一块长大的好不好？那能怎么样？现在的你已经很难懂了。啊，行。那我再跟你解释一下，我这人啊，我承认确实很顽固，而且顽固的无可救药。一旦我确定的事情，绝对不会改变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不但如此，我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可以查清楚405案件真相，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聪明，而是我像一条狼一样，一旦咬住了，就绝对不撒口。不，你应该是条疯狗，你是我见过最孤独的一条疯狗。我没说你啊，进来吧。你说是孤单吧？不对，孤独。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这个怪胎。行，你走你自己的路去吧。是我不可否认，你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比我这个高材生强很多。但你记住，你的每一分学费都非常的昂贵。高峰啊，还能有谁？他什么意思啊？他放弃去东方法政的机会了。是因为是我介绍的吗？没人能劝得了他吗？他都不想帮自己，现在谁又能帮得了他呢？小童，明天时间怎么安排的？哦，我们跟 OPPO 公司的合作协议已经发到你邮箱了，你尽快看一下，有任何问题马上告诉我。可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 Manchester 的 AG 公司和我们合作的诚意究竟有多大。Robert 已经联系过了。喂，爸。彤彤，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叔死了。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天晚上。死因是什么？医院说是脑梗死，但是警方那边还没给出最后结论。奶奶的意思是等你回来再告诉你，但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让你知道。
听着呢。书的追悼会定在哪天啊？是这样，警方还没有得出最后结论，所以遗体暂时不能给咱们。这什么意思啊？警方怀疑我叔的死因？不知道。好，我知道了，我尽快办完事回去。爸，你怎么样？还好吗？我还好，就是奶奶整夜的睡不着觉。你照顾好自己啊，我一会儿会给奶奶打个电话。那先这样。从监控画面上，梁欢还有赵海的证词，还有护士长林玉珍、护士王婷婷的证词，都证明许达死前并没有陌生人进入过他的病房。4点50分，护士王婷婷和另一名护士进入病房之后换的什么药？生理盐水、葡萄糖，还有一些有助于病人恢复的氨基酸。我们已经把护士站当日所有废弃的药瓶和注射针筒都带回法医鉴定中心进行筛查。有没有换错药液的可能？林玉珍否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有关的护士和医生的背景进行调查？调查正在进行中，但目前没有可疑的线索。还有一点，护士长林玉珍认为，4点50分，护士王婷婷和杜小可对许达进行换药和检查时，她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有2项甚至比平时的还要好。可仅13分钟，许达突然毫无征兆的一命归西。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林玉珍说，她的职业生涯中都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医生怎么说？医生的说法有保留。如果死因是脑梗塞，也就是脑中风的话，这种猝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发生。喂，大炮。死者脑部发现血块，什么意思？如果毒物鉴定不出意外的话，
请进。魏叔，坐吧。啊，我想问一下，您对许达进行过尸检了吗？死亡原因是什么？脑梗塞。您确定吗？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想知道一下，造成脑梗塞的原因是什么。那多了，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风湿性心脏病、心理失常，各种原因的脱水、动脉炎、休克、血压下降的过快过大，这些都能引起脑梗塞。那有什么药物可以造成脑梗塞死亡的？降压类、利尿类、促凝血类、解热镇痛类，这些都能。这个你得等毒物鉴定报告下来之后才知道是不是药物引起的脑梗塞。除了药物之外，有没有可能是人为造成啊？脑梗死的临床症状很复杂，至于脑的损害部位、脑缺血性血管大小、缺血的严重程度、发病前有无其他疾病，以及有无合并其他重要脏器疾病，这些都有关系。轻者呢也就没什么症状，即无症状性脑梗死。